这吴越南和小池这次见面很有价值。既然无锡交通站的同志已经证实了，我们要抓的这个叛徒已经被我们，当然，实际上是被何元帅部给击毙了，啊，那我们呢以后也了却了我们的一个心思，我们大家以后呢就可以放开手脚，实施我们的鸿鹄行动。我不同意你的说法。怎么能说叛徒是被何什么？姓何的是谁啊？是在他家遇到的那几个不速之客吗？对，他叫何岩，敌后独立营营长。哦，国军弟兄啊，蛮硬气的嘛。你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都打了半辈子交道了。打了半辈子交道，哪方面？各方面都有，公的、私的。说来话长，看来这以后还得打下去。那就打。唉，长这么大呀，身子没被绳子捆过，嘴巴里也没有被毛巾塞过，滋味真的是太难受了。怪不得当初你进监狱那几天就照顾我。你玩这套鬼把戏有意思吗？损人不利己，活该！哎呦，你要疼死我呀！我对你还不信任啊？我是迫不得已，是他们几个非说为了帝国的利益，必须试探你一下。那几个？哪几个？原田，还是中野荒呢？这个啊，你就别问了。为了帝国的利益，虽然你受了点委屈，但是你毕竟经受住了考验，皆大欢喜的结局，难道不好吗？那个赤祥人，还有你那个副官，也太会演戏了。你还说他们呢？其实你不也一样吗？你早就猜到枪里没有子弹，装作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，说什么为了证明我对你的忠诚，先走一步了。我先走一步了，毅然决然。还说别人会演戏呢。如果我知道枪里没有子弹，那就是你让的。这出闹剧是你们设计的，我怎么会知道真假？假设他们真是出现队，当时情况下，枪口顶着我后脑，枪口顶着我后脑啊！如果我朝他们开枪，肯定连枪还没抬起来就被他们给打死了。也许可能激怒了他们，连你也给打死。为了给你留下一线生还的希望，
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杀，毕竟他们是冲我来的，也是不会把你怎么样。玉子，我当时只能做到这样，我只能做到这样了。可你竟然嘲讽我是在演戏，演戏！你贵为特高科科长，当时也身在现场，你难道看不出我的真假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云子，你这样猜忌别人，内心也太阴暗了吧，太阴暗了。你去问问你们特奥科的部下，有谁敢在那种情况下枪口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？有谁？你让他站出来！站出来！站出来，等等！那个用枪顶着我后脑家伙，是不是中野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贼，居然敢这样对我！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咽不下。楠楠，凭我多年的特工经验，这关总算闯过去了。你回解放区了吗？我眼下实在是身不由己。楠楠，你别怪我，别怪我。我命令红红行动进入实施阶段。上官，连夜电告袁部长，鉴于叛徒已被处决，特遣组已无后顾之忧，请首长明确指示，须江码头的电台船和太湖中的军火船两单生意，先做哪一单？目前，电台船已入虎口，非轻易可夺，而军火船尚在我手，胜算较大。从务实角度考虑，我个人倾向保一个是一个，救出军火船，再夺电台。整整1夜了，将军和袁部长怎么都不回电啊？将军，昨天深夜，尖刀用密码发来急电，我怕影响你向戴局长汇报工作，所以不必多说，念吧。诚信叛徒已被蛟龙处死，扫帚决定夺船，尖刀。告诉上官，行动中务必保护好自身的安全，他的生命关系到党国能否在抗战胜利以后及时掌握苏北共军的情报，他的存在具有战略意义，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。他的军统身份也不可有半点的泄露。是，我马上电告尖刀。另外，给何言去电，要他密切关注太湖动向，但要注意分寸。太过积极了，反倒让共军怀疑他们的动机和目的。将军，为何不直接让上官去告知何言呢？以他俩过去的关系，荒唐！何言是军人，上官只是他的情人，还是过去的。情人都能指挥军人，还要党国干嘛？唯有得到我的命令，何言才敢灵活适度地帮助上官。没有我的授意和默许，1万个上官站在何言面前，你看他敢动一兵一卒？
现在不能关机，袁部长随时可能回电。讨厌，吓死我了！你哪里来的我家大门钥匙的？我的大门钥匙从哪儿来的？那你的大门钥匙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你啊！不仅钥匙，还有，还有是。还有它。米缸。只有在自己家里，我才能脱离特遣组的视线，给军统发报。王德才不仅允许我回家，还为我准备了钥匙、密信和电台。那他的身份，难道也是军？好了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这不利于工作和团结。你应该相信上级，更应该相信你自己。尽快兑现对首长的承诺。他暗指的上级和首长是谁？要我兑现对谁的承诺？上官晴岚同志，怎么样？任务明确了吗？明确了，请首长放心，坚决完成任务。请你记住了，你是插在共军心脏上的一把尖刀。明白，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哎，对了，你昨天说你也认识何言哈？也认识，这也是啥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还有谁认识何言？见鬼，今天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随便问问。那我倒是真的很想问问，有谁还认识何言？特遣组里发生的一连串的怪事，让我不得不想到何言。怪事？什么怪事啊？贵人相助啊！为什么在我们每次最关键、最危险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救呢？往远了说，你和沈月娥、莎莉娜击毙阿三以后，有人就为你们扫清了撤退道路上的障碍。近一点，我们去太湖看船，回来的路上遇到鬼子的袭击。在近乎于绝望的时候，一帮神秘的黑衣侠客从天而降，全歼鬼子，这样我们3个人才死里逃生。还有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夜间无锡杀叛徒，竟和何言遇到了一起。这一连串的事情，你认为？我和袁部长有约在先，不跟任何人提及我与何言的关系。这不仅是纪律，袁部长情报部部长的身份也不允许他食言。既如此，
那王德才的确是有些怪，但你为什么会把这些怪事都跟何言联系在一起啊？何言抗日啊，他是敌后独立营的营长啊。特遣组成立之前的3年里，我和他时常是国共联手对敌呀。我熟悉他敌后作战的战法和套路啊。哦，要是这样，就不奇怪了嘛，就当都是他干的好了。不，我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我们每次遇险，这个何言，那他都会不期而至呢？特遣组成立以来，我从未向何言求过援，可他每次都会不请自来，这事儿不就奇怪了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特遣组有人认识何言？你说呢？不好说。你跟何言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参加革命以前，我和我父亲在他家里做长工。那时候的何言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少爷，他的父亲是长竹城里有名的地主恶霸。不说这些了，一说我就生气。袁部长怎么还不回电报？不知道。嗨，其实你没有必要亲自跑过来一趟，回电一到，我自然就会给你送过去了。你为什么不用我屋里那部电台发报呢？那就用不着你跑了嘛。这话里有话呀，怀疑我吗？我不是怕打扰你休息吗？休息？我是等了你1个晚上啊，不见你送电报过来，我不放心。不放心什么？不放心我？是，不放心你饿了1晚上，所以我把早点送过来了。别说，我还真的是饿了，谢谢关心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再等等，一有回电，我马上给你送过去。这不必了吧？我来都来了，索性等一会儿，陪陪你。真的不用，这个时间要是不回电的话，就得等下个时间段了。下个时间段要下午3、4点钟呢。哦，是这样。这是我跟袁部长之前约好的，他那边可能现在正在忙别的事情，你不用陪我了，回去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待惯了，清静。这几乎是在下逐客令了。奇怪，我坐一会儿怎么了？你看，我说等一会儿吧。袁部长回电了。哎，你别愣着呀，赶快收报啊！长官，你怎么了？快收报啊！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愣着干什么？收报啊！上帝呀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电呀？怎么，他不在电台边？从未有过这种情况。说好什么时间段收发电报，见到一定会准时守在电台旁边。我还有个会议要开，你继续呼叫，只要他一回复，马上就把电文发出去，千万不能耽误，明白吗？是。
尖刀，请回答，可否接收电报？可否接收电报？你干嘛呢？快点啊！你磨蹭什么呢？啊？按键发报，你不按键回复，袁部长怎么能回电报呢？按键回复，告诉袁部长，可以发报了。你顺便告诉他，我就在你身边。这个波段和频率来自军统，只要我一接电报，我的身份和将来的任务就全部暴露了。今天这一关可怎么过呀？上官晴鸾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很反常。不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很诡秘。好了，你不发是吧？简单的发报我学过，我来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碰电台，这是纪律。纪律？你跟我说纪律？告诉你，我是你的上级，你要是不执行我的命令，我随时可以枪毙你。说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收报？到底是什么人？事已至此，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。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，今天也绝不能暴露身份，这是底线。收起你的枪，你会对今天的行为后悔的。情况异常，暂停联络。尖刀。现在情况不明，我先出去查看一下，有什么危险情况的话，带上电台，马上离开这儿。电台我都已经装好了。啊，今天这个早晨注定的不寻常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你明明知道我为了保护你会派人跟在你身后，你却公然跟你的那个所谓未婚妻调情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想告诉我你早有心上人了吗？别说的那么好听，你保护我、监视我才是你的目的。你混蛋！我那是监视你吗？以你现在的身份，用得着我去监视吗？你一个共党交通站情报员投靠过来的叛徒，就算是我把你身边的特工都撤了，你敢往哪儿跑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敢把你的真实身份给公布出去。军统共党都不会放过你，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。我派人跟踪你，是为了监视跟你接触的那些共党分子。还有，万一你的组织知道了你现在的身份，
那么你就会非常的危险。真要是碰上了锄奸队，跟在你身后的那些特工就会舍命保护你，这是我下的死命令，你懂吗？但我不会保护你跟别的女人幽会，我没那么大的胸怀。他现在的精力完全用在吃醋上了，这是女人的通病，也是好事。我在茶馆故意和楠楠亲热的行为奏效了，我正好利用这一点，让他把吴月楠只当成争风吃醋的对象，而非与我街头的共党。只是逢场作戏，我怎么会知道茶馆里会有你的人呢？我怎么可能故意气你呢？你跟他真是逢场作戏？真的是。其实你应该知道，在中国，父母包办婚姻中，很多夫妻都是在逢场作戏。啊，老蒋，我们的委员长就是其中一个。还有你喜欢的诗人徐志摩。这我知道，但我对你的要求是，今后你和你的那个乡下老婆，连逢场作戏都不行。我要你们彻底的没戏。这个要求，千万不能太痛快的答应，否则他会感觉我这个人太无情无义。哎呀，还挺热闹。哟，张先生、李太太都来了啊！今天是我们花子院花老师收徒弟的大好日子，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啊！吃完这顿拜师宴，韩梅竹是人是鬼，都跟我和娜娜串在一起了。但愿他只是个普通商人，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能欺负娜娜。来了没有？韩先生来了没有？哎呦，你忘记我怎么跟你说的啦？小娘鱼要矜持一点，端庄一点。你看你急得来，像想要出嫁一样。我又没有着急了，我是好奇呀。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拜师宴了。拜师宴，哎呦，上次吃拜师宴的日子我都忘记了。哎，我早就不收徒弟，你可是知道的。要不是你真心想和韩先生好，我才不收他。好了好了，我拎得清的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行了，别送了，我走了。莲花姐，什么意思？对我的考验还没完？恰恰相反。说实话，昨天当你把枪对准自己太阳穴的那一瞬间，副官和我都被彻底感动了。他向松井将军做了汇报，将军非常震惊，对你的大义凛然深表钦佩。连松井将军都惊动了，这真让我诚惶诚恐啊！昨晚多有得罪，还请莲花君多多包涵。告辞了。今天为嘛自己开车呢？这是台新车，还没上牌呢。快跟上！梅主感谢师父收我为徒，徒儿今后当潜心学艺，恪守孝道，不负师父之恩德与厚望。师父有何嘱托，徒儿愿洗耳恭听，并谨记在心，付诸于行。
师姐先入师门，能否给师弟一些忠告？没有，我哪有什么资格给你忠告呀？师傅叫你起来呢，有什么话桌上再说，大家等的肚子都饿了，你晓得吧？师傅，请移步楼下入席。先生小姐，真的对不起，今天酒楼啊都给预定出去了，要不二位去其他馆子看看？哎呀，小师傅，我们是日本侨民，听人说你们紫月茶酒楼的菜特别好吃，我们才慕名而来。要是去别人家的馆子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呀？是，可是您看这大堂，我们酒楼啊就这么大，没有雅间儿，这4个台子一放呀，真是一点地方都没有了。哟，今天好热闹呀！哎，那楼上可以吗？这楼上呀是专门给喝茶、唱评弹的人准备的，酒水饭菜不得入内。难得来趟无锡，却吃不到地道的无锡菜，你们太让我们失望了。真对不起，再想想办法。师傅，那边的2位客人好像是生气了。怎么了？好像是说我们让他们失望了，是吧？这位小姐先生，什么让你们失望了？你是？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，我叫花子月。您是老板？我们慕名前来你们这酒楼，特意想尝尝你们菜的味道，结果你看，这样啊，真是抱歉。可是今天我们有个，这我们知道，可我们是从南京来无锡来玩的，真扫兴。老板，这2位客人是日本侨民。是日本客人啊，可是，ごめんなさい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设宴拜师，把酒楼全部包下来了，扫了2位的雅兴，我替我的师傅还有我师姐向2位致歉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ございます。要不这样吧，要是2位不介意，就跟我们一起聚餐吧，反正就是加2把椅子的事情。不了，我们喜欢清静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不太习惯。是。那真是过意不去了，改天你再来，我请客。好，谢了。原田、中野和黄狼都在，你有必要亲自来一趟吗？当然有必要。原田一介武夫，没有脑子；中野虽天资聪慧，但毕竟年轻，没有经验。他结交什么人，关乎到计划是否顺利进行。我不亲自来一趟，不放心。现在呢，您放心了？放心，那可谈不上，顶多做到心中有数罢了。怎么讲？你不觉得那个师姐太过年轻，太漂亮了吗？来电收悉，因躲避日军突袭，无法及时回电，同意你先救军火，后夺电台之行动方案。具体细节，务请随时电告。你看一下。既然袁和平回电晚了，他接收这份电报的心情应该万分急切。可早上在他家里，他接收电报的举动却为何如此缓慢？简直就是在拖延。
就在客厅爆炸的那一瞬间，你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？请发报。就是“请发报”这3个字吗？是的。可从你当时敲击电键的次数和用时的长短来判断，你当时所发的电文内容远不止“请发报”这3个字。你什么意思？简单的报务技术和摩斯密码，我还是略知一二的。我想，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不明白，请你直说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当时发出的电文内容远不止“请发报”这3个字。那你说是几个字？我不知道。不过回头问问袁部长，10号早晨8点左右，你给他回电的内容是什么，几个字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另外，客厅爆炸这事儿，我觉得太过蹊跷。我初步判断，这是一颗事先有人买好的定时炸弹，或者当时有人向客厅投掷了某种爆炸物。不过问题是，你家的院门是紧闭着的，院墙也将近有3米高，一般人恐怕很难进去。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？我不知道。你家的客厅里突然发生了爆炸，显然这颗炸弹是冲着你来的。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光说不知道，那可不行啊。那你要我说什么？你起码估计一下，这颗炸弹它是怎么来的，是谁想害你？我无从分析，因为事先一点征兆和迹象都没有。那就奇怪了，在你加入特遣组之前，我是奉袁部长的命令，来这个老宅子查看过，为架设特遣组的秘密电台和你入住做准备。因为长期无人居住，这房子的地板上、家具上，到处都布满了厚厚的一层，看上去很自然、很均匀的灰尘，不像是有什么人迹和异常的情况。可是今天，突然在客厅里就发生了爆炸，我不得不怀疑，自打你入住这间房子以后，有人就盯上了你。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搬家，那地方不能再住。搬家？你觉得奇怪吗？你家已经有炸弹爆炸了，你还不搬家吗？他的决定是对的，先答应下来，不然不合情理，他会起疑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往哪儿搬？就住我这儿，啊，当然我会搬出去。
自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没体会我的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的使命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有情黑夜里，让挚爱摇曳，看花儿凋零，四季流年弹指逝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愿再驻足，抉择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。我会坚强，我会领悟，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